Hello，大家好，我是王刚。今天这个视频本来是要现在一开始介绍这个器材，就是我们每个阶段升级的一些器材。但是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同事，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公开的这样子来介绍我们团队的一些同事。我们办公室就是我们这个后期包括摄像，我们总共加我一起是7个人。现在我们先来介绍小姐姐，也就是3个大胃王。来，有请我们的小姐姐上场。Hello， 大家好，我叫小丽，然后我到这个团队已经1年了，是去年4月份过来的。之前的话，我做过编辑，然后还做过场务。那你来的我们团队对1年多对吧？对。1年多，你体重也没什么变化。来到刚哥团队，别的不说，体重先长个10斤，好不好？10斤吗？对，差不多10斤左右，上下浮动。本人小张，然后来这里应该已经有快3年了。然后之前做的是，好，之前做的是健身房前台，还有卖过衣服，现在做的是运营工作。然后长了差不多，也不怎么多，就20多斤吧，就这样。来，给你。Hello， 大家好，我叫小梦，然后我加入刚哥团队是在2019年3月份加入的，到现在已经有马上2年半的时间了。然后在加入团队之前呢，我的专业是学前教育，做过幼教，然后当过副园长，然后后面就加入了刚哥的团队。目前为止我长了6斤，知道为什么吗？刚哥，因为我抢不过他们，所以我长得没他们多，这个是重点。我是最厉害的。对。然后我们3个大胃王小姐姐以前各有各的工作，其中的话，小丽她以前就是工作跟我们还算比较对口。然后另外2位同学就是其他各行各业的，也不是特别专业。然后我们现在一起经历2-3年之后，逐渐的就是学习，通过学习努力成为一名专业的从业人员。对。好，谢谢你们，欢迎，谢谢，欢迎你们这次受邀上镜。好，他们现在回去工作了，现在要介绍一下我们的3位摄影师。来，摄影师。你先放下手中的工作。3个摄影师，来，你先来，先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叫小顾，然后我来团队马上下个月就3年，然后我以前在工地上干过，后来因为你看受伤，然后还是干回了老本行，因为我之前学的专业是平面摄影。然后我长了大概20斤，就是我们做的菜，就是反正正常的吃饭之外，然后我们每一次的菜出来，每个人吃一点就把它给吃掉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吴。我以前呢是当兵退伍，然后做过销售，然后又跟着刚哥学习厨艺，然后又慢慢开始接触摄影行业，然后又从摄影，然后开始学习后期，然后一直做到现在。相当于你以前的职业，军人、销售。现在的摄像师后期。对。长了多重？我现在大概长了13斤左右。13斤。对。我记得你有一段时间好像155以上了。对，就是过年那会儿我脸都发肿了。吃的太好了。对，吃的太好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杰，然后来刚哥的团队呢才2个月，算是新员工。然后以前呢，我学的专业是家具设计与制作，算是个木匠。然后呢，因为自己的爱好吧，然后从事平面摄影的工作。毕业之后，也干过传菜员嘛，相当于。然后来刚哥这儿2个月，才2个月，我长了7-8斤了，已经有。你这个要控制一下。对。人家2-3年才长多少？10多斤。你2个月你长7-8斤，有点太多了。对，我得控制一下我自己的吃的方面的。如果是说不干摄影的话，应该是去开餐馆去了。对，就回老家。那我们是开一个餐馆。劲敌啊，我们就是同行竞争关系。如果是没来这边的，相互学习。然后他是准备开餐馆呢，然后小波是准备回去继承你老爸的那个卤菜摊。对。开卤味店，那又是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那阿杰的话，还好我是传菜帮忙的。那你是帮忙。OK， 那就不是说竞争对手。但是你别看他才来2个月，他给我们团队带了2大车的摄影装备，一些道具，一些就是小组件之类的。
好，下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我们每个阶段所升级的一些设备，然后是为什么要去升级它。好，现在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我们的设备基本上都摆在这里了。但是在录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自己花钱买的东西，先跟大家分享。比如说这两个灯，这两个是我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就是用手机拍的时候，就是买了这两个灯，但是现在没有怎么用它了，因为它中间容易自己突然之间就熄掉了。现在就是用它来哪里不亮的时候拿来当手电筒用。这两个我们当时买成好像是300多块钱一个，我就咬咬牙买了2个，但是现在是已经退休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飞机，我记得这个飞机的话，我们买来第一次飞是我抱着我女儿，好像是18年吧，已经拍了几年了，这个炸了几次机，就是没把它炸烂。这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就是咬咬牙，当时为了有一个飞机能够拍一些航拍的一些画面。这两个灯是爱图仕的2个双色温灯，对，这个灯我们买它就是把它装在那个机器上面拍补光，它的光非常的亮，这个光非常的亮，这两个灯就差不多1000块钱。然后就是这个脚架，这个脚架是我自己在网上买的，它非常的小巧，收起来也很小，当时是挂着那个挂的那个机器，我那个机器这里挂的是这个 DV， 有一次剁排骨，它直接从砧板上面就飞下来掉地上了，然后还好相机没砸坏，后面我们这个就没有怎么用了。当时这个买成700多块钱好像。我们有2个 S3 呢是去年买的，对吧？去年买的，在最便宜的时候买的。之前我们用的是 M3， 因为 M3 它那个帧率不够，因为我们的视频后面不是升到4K 了嘛，然后我们把那2个给卖掉了，然后加了一点钱换了这2台。去外面学习啊，就用它对焦比较方便。还有是这个路基我们买的是淘的2手，有个地方都摔烂了的，这个地方是摔烂了的，1000多块钱，它原价好像要4、5千吧，比较便宜。然后我们买了一个1拖2的小蜜蜂，小蜜蜂也是2手的。就是为什么要买小蜜蜂呢？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视频我在做菜的时候，在乡下做菜，我跟4别之间说话根本就听不清楚，然后就买了这一个小蜜蜂，解决了声音的问题。好像买新的要多少钱？8000多对吧？然后我们这个是买的旧的可能便宜1半都不止。这个墙面我们用了很久，我是在什么时候买它的嘞？我兄弟，就是华龙兄弟嘛，我兄弟他之前用那个，我发现他的声音收得很干净，然后呢他推荐给我，然后我就咬咬牙买了它，为了就是一个声音比较指向性比较强一点。好，那然后就是我们的镜头，然后我们买了这个2470，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什么1424，然后我们还买了一些这个适马的定焦的镜头，有什么50的、85的、35的，然后就买了这么几个，因为它便宜，性价比高，所以我们买了它。大概在镜头上面也花了不少钱。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后面为了开直播嘛，然后我们买了这个图传就解决了那个线跟摄影机之间比较复杂。然后我们还买了这个导播台。我们为什么要买导播台跟图传呢？就是为了以后跟大家开直播，因为我们之前用手机直播嘛，用手机直播它一个是画面非常的不清晰，就是大家想看一下锅里面菜呀或者怎么样，就是看不清晰。然后我们咬咬牙买了这个导播台是新的，图传是旧的。然后导播台这个是多少钱？导播台1万多，当时下了很大的决心买了这个。这个的话叫 C330，然后现在的话已经用出了一些使用痕迹了。这台机器为什么我们咬咬牙一定要升它呢？一定要升级呢？而不是说用这个索尼 M3 或者是 S3。我们中途直播的时候，它直接就是过热，然后就报下警，然后就自己关机了。微单在厨房里面拍我们做菜的时候，因为我们厨房里面温度比较高，这个就给我们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然后我们就咬了牙，然后买了这一台这个 C330，然后还有现在在录我的这个 C500，还有一个灯，我们这个叫什么灯来着？
叫双色温 LED 那个150瓦这个叫什么灯，反正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灯我们买了4个，当时咬咬牙，但是后面的话我们这个灯没有怎么用得上，感觉它的功率小了。当时好像是3000多块钱一个，我们4个就花了1万多。我还跟我老婆商量了好久才买了这个灯。豆花那一期就是用的这个光，灯光因为灯光亮度不够，所以拍出来还是显色上面有一些问题。这4个灯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跟我发私信。如果我们同行或者是想买二手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买的二手。后面的话也跟很多就是专业的博主，比如说 Tim 老师，我就经常看他的教学，然后他用的是爱图仕嘛，这个是多少？300瓦，它就是300瓦，就非常的亮。然后还有这个600，它的光显色比较高，但是有一个问题，体积大，重量大，还有那个变压器非常大一坨，然后它就是贵，东西是比较好，但是这个的话它不是我们自己买的，这个是厂家，就是看我们这个太简陋了，就是提供给我们用，也不是送给我们，然后就是借用嘛，相当于是借用，我们借用一下。下面从爱图仕这个灯开始，我们就讲一下我们的设备，就是讲不是我们自己买的设备。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适马的70200，是我们的摄影师新入职的摄影师带来的，就是也相当于是共享吧，也不能叫真用。然后还有这个微距镜头，都是老蛙的。然后这个我记得这个应该不便宜，应该你买成1万多块钱这个样。定焦头的话是非常贵的，一个我估计得5、6万吧。这个是我们租的，就是说我们租来用一下，因为用的次数不是很多。讲基金未间那个开头就是用的这个拍的。这个稳定器是智云为我们提供的，就是跟那个灯也差不多，是借用于我们。他借了我们两台这个2S， 还有一个3S 是上那个电影机的，但是电影机的我们用的比较少。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自己花钱买的，就是一个脚架。这一个脚架的话，它是一个专门上电影机的，但是这个脚架也很贵。这个使用的次数是所有器材当中最多的一次，所以我们这个虽然贵，但是我觉得还是买的比较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摇臂，那个摇臂的话是一个3米的吧，3米的一个摇臂，就是我们平时出菜了之后，摄影机会跟着我转身出菜，出来把菜放到盘子里面。这个摇臂呢，我们买的是二手的，大概也是几千块钱吧。我们现在所有的设备，一部分是厂家提供，然后还有一部分是 Tim 老师也送了我很多东西。比如说他现在正送我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架子上面有很多只手那个叫什么怪手对吧？有很多粉丝就是问我们嘛，我们买这么多设备会不会说有一种炫富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想说的话，其实并不是这样。比如说，虽然说这台电影机贵或者怎么样，它确实为我们解决了非常大的一个痛点，能够长时间的录制，能够长时间的开直播。所以今年的话，我们的宽菜，我们的卤菜，所有的技术都还有我们师傅之间的一些手艺，很基础的一个设备，把我们几十个人的手艺通过这个网络，然后给大家呈现。好，我们所有的设备分享就是到这里。然后我想给我们即将入行做自媒体，或者是说做美食博主的一些同行，或者是一些我们美食的同事，对吧？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开始盲目的买一大堆东西回来，因为它可能真的你不是所有东西都用得上，然后不是说所有东西你可以很快速的上手。再一个，因为这些东西太贵了，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这些东西，来看待、来对待这个器材。好了，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拜拜。